2023美国最新恐怖大片《极品》震撼来袭。本片的恶魔邪恶至极，智商更是恶魔界的天花板，任何咒语和法器都对他无效，连驱魔大师都被他活活玩死。影片全程高能，强烈建议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一具尸体被送来殡仪馆，死者是一个老人，据说是自杀身亡。他的胸口有一个敞开的伤口，周围却没有一丝血迹。死者还带着一块用草绳串着的蓝宝石，看着这么名贵的宝石，家属竟忘了取下来。查验尸体的大壮起了贪念，想要偷走这块宝石，可死人的东西哪是那么好拿的？就在大壮刚剪开草绳时，尸体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大壮吓得手一哆嗦，蓝宝石就掉在了地上，摔个粉碎。随即殡仪馆内灯光全灭，闪了几下后才重新亮起。老爹听到宝石落地的声音前来查看，大壮心绪不已，赶紧把宝石踢到了井盖下。可就在这时，尸体突然动了。大壮十分害怕，可老爹却很淡定，说这只是尸僵反应，是尸体最后的欢呼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老爹检查了死者自杀用的小刀，发现竟是距今上千年的青铜制品。他拿放大镜仔细看了看，却见刀把上还刻满符文。老爹怕这具尸体不干净，便赶紧给灵学大师打去电话说了这事。大师一听，语气立马严肃起来，他问老爹，尸体上有没有一块被草绳绑成六芒星状的宝石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是一具封印恶魔的尸体，千万不能烧掉，不然草绳一碰火，恶魔就能脱离尸体封印，为所欲为。老爹没看见宝石，便忽略了大师的红色警告。然而就在当晚，大壮从殡仪馆回到家后，就总觉得身后似乎跟着什么，屋里还有窃窃私语的声音。大壮家的地下室就是自营的殡仪馆，碰到不干净的东西时有发生，大壮早就习以为常，所以并没有在意。而大壮怀胎10月的妻子小美就惨了，她今晚的胎动异常频繁，估计马上就要生了。可就在小美睡下后，她的房间出现了一双女孩的腿，竟凭空荡来荡去。小美还做了一个可怕的胎梦。小美被吓醒，她摸了摸肚子，孩子还在里面动来动去，似乎一切安好。可当她起身时，床单上却有一大片血迹，而小美根本没有发现。另一边，老爹还在殡仪馆忙活，他把死者的尸体推进冷藏柜。可就在这时，殡仪馆的大门像脾气上头似的，突然剧烈甩动。老爹一看就慌了，赶紧跑向门口，可大门却怎么也打不开，灯光忽明忽暗，老爹什么也看不清。他赶紧拿起手电筒，却看见一个羊头怪正朝他走来。第二天，老爹的尸体被发现躺在停尸台上，看死状是被吓死的。大壮满是伤心难过和不解，老爹和尸体打交道几10年，一直相安无事，怎么突然就暴毙了呢？但难过归难过，大壮还是第一时间掳走了老爹手上的金戒指。此时的大壮还不知道，恶魔炼又成瘾，已经盯上了小美肚子里的孩子，而这个恶魔正是被自杀的老头召唤来的。这个老头用孙女的身体供养恶魔，还把老婆的骨灰撒了一圈，逼迫恶魔利用邪恶力量让他老婆起死回生。可恶魔炼有成瘾，他喜欢小萝莉的身体，不想变成一个老太婆。老头便念动咒语，想逼恶魔就范，却不料被恶魔反噬。情急之下，老头把恶魔封印在自己体内并自杀。可老头死后，锁住恶魔的六芒星蓝宝石却被贪财的大壮摔碎了。恶魔的邪恶力量就此苏醒，他干掉了大壮的爹，又来到了大壮家里捣乱。大壮的妻子小美听见有人敲门，她打开门一看，是个小萝莉。小萝莉看了小美一眼后，就跑进了客厅，还躲在一块白布下面。可诡异的是，小萝莉躲进去之后却慢慢消失了。小美吓了一跳，她赶紧过去扯下白布，可白布下面却是一面镜子，根本没法藏人。而就在小美转身后，小萝莉又出现在她面前。小美吓坏了，她赶紧跑上楼跟大壮说了这事，可大壮却眼神呆滞，早就不是那个贼兮兮的大壮了。可到了晚上，大壮却又精神抖擞，在地板上划拉了一夜，刻了一个巨大的诡异印记。清醒后的大壮被自己的举动吓坏了，他除了贪财啥也不信，怎么会突然刻下这种图案呢？思来想去，大壮才发现他家里的不太平都是从接收那具老头的尸体开始的。于是大壮找警方拿了钥匙，想去老头家里看看，可一进屋，大壮就惊呆了。老
老头家里堆满了书，全是各类灵异文献，而老头卧室的地板上也刻着巨大的教派图案。大壮发现刻着图案的地板有些松动，他拿开地板，下面是个暗格，暗格下还藏着一包东西。大壮打开一看，是一盘录像带。可打开录像后，大壮却看到了无比惊悚的一幕，老头居然通过研究古文献找到了召唤恶魔的方法。为了试验能够成功，老头竟让收养的小孙女做诱饵，以此来引诱恶魔现身。结果小孙女却被一股神秘力量拽起，然后摔死在了地上。从此恶魔就占据了小女孩的身体。看到这一切，大壮才惊觉他们接收了一具多么邪恶的尸体。可现在为时已晚，因为有人已经找上门了。 I'm sorry, who are you? You're the one who has. 老太婆想看看老头的遗体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小美怎能拒绝？于是她便带着老太婆去殡仪馆。可老太婆却突然摸向小美的肚子，眼里满是迫不及待的贪婪。她要是得到这个婴儿，那一定很刺激。女人挺着大肚子不去医院，反而来到殡仪馆，还拉出一具尸体。可小美只看了尸体一眼，她就腹痛难忍，孩子也在肚中剧烈胎动。这时老太婆告诉小美，如果不想孩子死亡，就赶紧把井盖下的宝石捡上来。小美为了保住孩子，只能照做。可老太婆却又发话了 On this will you suffer. Hurry, burn it. 小美赶紧把宝石拿到烛火上，随着草绳被烧，老头的尸体竟也跟着着火，而刚才的老太婆却在烈焰灼烧中变成了一只羊头怪。小美吓疯了，这都21世纪了，怎么还有这种操作？小美赶紧抱着肚子跑进了电梯里，可无论她怎么按，电梯就是没反应。小美赶紧拉上外面的防护门，然后再去按电梯。可就在这时，电梯终于启动，小美赶紧离开电梯，跑进了客厅。可这里却变得破败不堪，就仿佛废弃多年。小美跑去门口，可大门怎么也打不开。她赶紧掏出手机，按了大壮的号码，可手机却突然飞了出去，掉在了图案中心。诡异的笑声让小美如梦初醒，这一切都是恶魔的圈套，就是为了引诱小美走进图案里。小美赶紧跑去房内，躲在了桌子底下，可老太婆却如影随形。在这时，大壮赶了回来，可他一进门，却看到了死去多年的小女孩。她的身体一直被恶魔占用，所以女孩才一再寻找小美，希望小美用她的宝宝来换自己灵魂自由。而小美此刻正躺在沙发上，看样子情况很不好。大壮赶紧抱起小美，可他走出门口时，怀里却空空的。大壮又试了一次，结果还是一样。这时，小女孩开口了 No more pain. No more fear. 大壮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赶紧打电话请来大师。大师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他一看地上的印记，就知道大壮家里的恶魔是靠孩童的痛苦而存在的视童魔。被他折磨的孩子越痛苦，恶魔的力量就越强大。老头的尸体已经被烧，现在要困住恶魔，必须有一个活人做容器。大师把蓝宝石重新拼凑在一起，并用草绳打好了结。要救的是大壮的老婆孩子，牺牲这种事当然得大壮亲自上了。可大师还没交代完，恶魔就来了。大壮跑出去后，赶紧用老头的骨灰画了一个圈，把自己保护了起来。大壮现在手持圣经，脖带蓝宝石，防护力直接拉满。可骨灰圈外的大叔就惨了，他被恶魔拖着横冲直撞，骨头啪啪全碎了，最后仰天惨叫一声，就彻底没了声音。大壮一看吓傻了，赶紧掏出了圣经。可就在这时，小美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他大喊救命后，门又迅速关上了。大壮见状，赶紧跑出骨灰圈去救老婆，却见小美贴在高高的窗户上，她被巨大的推力推着，马上就要掉下去了。大壮赶紧翻开圣经念诵起来，可还没念2句，圣经上的咒语就化了。紧要关头却出现意外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好在大壮是个学霸，竟把咒语背了下来。恶魔被咒语牵引，朝大壮冲了过来。大壮成为了封印恶魔的容器，他挣扎着拿起小刀，可紧要关头，他却巧妙地差了一丢丢力气，自杀还没成功，人就倒地了。就在大壮以为逃过一劫时，热心大叔挣扎着过来，给大壮递上了刀子。
大叔做了好事，转身就走。可完蛋的是，封印恶魔的蓝宝石不知何时却掉在了地上。没了蓝宝石，大壮的身体根本就无法封印恶魔。而大壮在咽气前才发现，大叔早就死在了门口。刚才的大叔根本就是恶魔变的，但这觉悟实在是有点晚了。大壮已死，他的老婆孩子现在归恶魔之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。